左军都督府主要覆盖的范围便是美洲，其中又以经济发展更好的北美为重中之重。而安家本身就是北美第2大家族，破青会又有陈志民在其中卧底多年，所以他们对安家的情况了如指掌。吴飞燕让他们调查安家的直升机，他们立刻就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安家的通航公司。吴永镇一声令下，左军都督府原本蛰伏在美国境内，已经完全静默多日的千余斥候尽数出动，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开始寻找陈志民和钟永博的线索，更多的人则全面渗透到纽约各地，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件失窃古董的线索。与此同时，距离通航公司最近的斥候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通航公司现场进行调查。斥候乃是破青会内直接隶属五军都督府的侦察兵序列，是五军都督府中情报获取的重要渠道。每一名斥候都经过破青会极其专业和严苛的训练，而且所有人都必须服用毒药，以确保其对破青会的忠诚。不到半个小时，距离最近的斥候就已经赶赴安家的通航公司现场。这一去不要紧，斥候立刻发现安家的通航公司昨晚发生了一场大火，而大火似乎也刚被扑灭不久。经过打探，得知是其中一个直升机库凌晨时发生了火灾，一架直升机在大火中被毁，现场没有发现人员伤亡。斥候意识到情况不太寻常，立刻将消息汇报给了自己的上级。左军都督府得知消息之后，一边把消息反馈给吴天林，一边立刻启用自己隐藏在纽约州议会内的高权限卧底，对火灾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吴天林收到消息之后，表情肃穆地向吴飞燕汇报道：英主，左军都督府收到消息，安家在纽约的通航公司凌晨发生大火，烧毁了一架直升机，不过暂时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吴飞燕立刻皱紧眉头，厉声道：大火，又是大火！20年前，叶长英和安承熙也是死在大火之中。时至今日，我也无从确定，死在那场大火里的2个人，究竟是不是他们2个？说罢，他表情阴沉道：叶长英那把火，是想让我无从确认；这次这把火，他们这是想让我无处下手。如果这次没死人，对方何必放这场火？吴天林点点头，机库着火必然不是巧合，一定是为了掩盖什么线索。说罢，他表情凝重地说道：塞浦路斯那一次，对方就是直接毁掉了整个铜矿，要不是时间仓促，他们恐怕连件公帛的尸块都不会给我们留下。上次是爆炸，这次是火灾，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吴飞燕立刻追问：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吴天林忙道：回英主，吴永镇已经启用最高级别的卧底，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查明。吴飞燕轻轻点了点头，冷声道：命令驻扎欧洲的右军都督府所有斥候尽快抵达纽约，中军、前军、后军都督府所有斥候进入1级战备状态，明天中午之前抵达纽约。我要对纽约进行地毯式搜寻，一定要将人和古董的线索找出来。吴天林立刻说道：属下遵命。纽约的斥候很快便搜寻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通航公司的监控系统在昨天夜里被下令全部关闭，所以通航公司内部没有留下任何监控记录，而下令关闭监控的竟然就是陈志民本人。紧接着，通航公司现场的斥候发回消息，而由于现场几乎焚烧殆尽，确实很难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们便派人混入火灾现场，趁乱从现场采集了一些样本，用卢米诺试剂进行快速检测。卢米诺试剂是刑侦中最常见的检测手段之一，它可以通过特化学化学反应，使血液中的血红蛋白与之反应发出蓝光，以此来鉴定血液的存在。哪怕被清洗过后的微量血迹也能显现出来。不过，整个现场都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专业人员进行过特殊清理，别说血迹检测不出来，就连 DNA 也都已经清除殆尽，所以斥候也并没有找出火灾现场有人存在的证据。吴天林把这个结果转告吴飞燕之后，吴飞燕立刻皱眉问道：火灾现场果真没有人员伤亡？吴天林回复道：
回英主，目前看，现场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与人员有关的线索，连一根被火烧过的头发丝都没找到。吴飞燕冷声道：“不可能，对方既然放了火，就一定是为了毁掉线索，否则何必多此一举？高手对局，不会有任何一步棋是无用的。”说罢，吴飞燕又道：“让他们速速再查一查通航公司的员工，昨天谁值班，见过谁，有什么异常，全部都问清楚。”吴天林忙道：“好的，英主，属下这就交代下去。”很快，斥候便按照吴飞燕的要求，打探一番之后传回消息。吴天林收到消息之后，大惊失色，连忙向吴飞燕汇报：“英主，有消息了，昨天深夜，是陈志民亲自安排的直升机，他要求通航公司的飞行员将直升机开到曼哈顿医院附近。直升机接到他之后，直接前往曼哈顿医院的楼顶。”吴飞燕眉头紧皱：“然后呢？”吴天林道：“然后陈志民就把飞行员打发走了。他的意思是他自己就能操控直升机，飞行员不敢忤逆，将直升机留给他，便直接离开了。”吴飞燕又问：“飞行员还知道些什么线索？”“没了。”吴天林道：“飞行员离开医院之后，就直接打车回家休息了，今天才被警察传唤协助调查。”说着，吴天林又道：“警察还调查了今天凌晨在机库值班的员工，对方说天亮之前是陈志民独自驾驶直升机返回了通航公司，他将直升机牵引进机库之后，陈志民就打发他走了。没过多久，机库就着火了，而且火势一上来就很大，像是人为的。”吴飞燕沉默片刻，颓然地开口道：“如此看来，陈志民和钟永博应该已经死了。我是真没想到，我破清会麾下4大伯爵，纵横江湖几十年未尝败绩，没想到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陨落。”说到这，他握紧拳头，表情狰狞地低吼道：“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死了4个伯爵，我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摸到，他姓谁名谁，麾下到底有多少人，这些我都一概不知。300多年来，我除了当年被清军追入10万大山那次，再没今天这般被动过，真是该死。”吴天林的表情有些扼腕，但更多的则是担忧。4大伯爵的死，必然会对整个破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会让自己以及3大长老，还有统领5军都督府的吴家人，对未来产生怀疑和担忧。一旦大家的心理产生质疑，破清会持续300年的稳定，就会从内部被打破。这时，吴天林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随后他脸色大变，脱口对吴飞燕说道：“英主，左军都督府来报，说查到陈志民包了一架公务机，今天凌晨时分从纽约起飞，去华夏了。”“什么？”吴飞燕心里咯噔一声，脱口道：“此事当真？”“千真万确。”吴天林笃定地说道：“飞机确实就是他包的，航线申请的就是从纽约飞燕京，飞机现在已经起飞3个多小时了。”吴飞燕心中一紧，反问道：“你觉得陈志民在不在那架飞机上？”吴天林脱口道：“英主，属下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可是这架飞机起飞的时间实在是太巧合了，而且那个古董商也失踪了，不排除陈志民先控制住了那个古董商，然后得到了你想要的那件宝物，带着宝物逃去华夏的可能。”说到这里，吴天林又推翻了自己的猜测，摇头道：“不对，陈志民一向受您器重，而且他的父母兄妹都在我们的手里，他绝对不敢背叛您，更何况他自己也需要定期服用解药，没有解药，就算他背叛了您，又能苟活几日？怎么看都没有背叛您的必要啊。”吴飞燕摇了摇头，如今的情况已经不是此前300年的局面了。过去300年，我不曾遇到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曾遇到任何人能够解我制的毒。可是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说不定他有解毒的办法。说到这，吴飞燕又道：“你想一想，塞浦路斯那一次，整个铜矿毁于一旦，却只找到了建功伯1人的身体组织，这就证明对方已经把其他人活着转移出去了，否则他完全可以把所有人一并炸死在铜矿内，
那些死士萧其卫，明知没有解药，他们活不过1个月，为什么还会心甘情愿被他转移出去？很有可能是对方已经解了他们的毒。吴天林表情一凛，连忙问道：厅主，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拦下那架飞机？拦，一定要拦。吴飞燕不假思索地说道，让我们渗透到美国情报系统内的人实名向美国国土安全局举报，就说有人携带重要机密，乘坐那架飞机逃往华夏，以美国人宁可信其有的行事风格，一定会勒令那架飞机返航接受调查的。吴天林下意识地说道，厅主，这种事情随便找个人匿名举报应该就可以了，让我们渗透进去的人实名举报，那他说不定会暴露自己的。不要紧，吴飞燕面无表情地说道，告诉他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举报完之后就让他直接自杀，他死后他的家人以后就可以安心养老了。只要他死了，不但不会暴露他自己，美国人反而会更加相信其中有鬼，那样的话他们就算派出空军也一定会把那架飞机弄回来。